各位挑战者，第一道考验现在来临，在你们身后的是关卡故以及关卡命，请选择将要挑战的关卡。大部分的老师，大部分都是处理人的事情，所以只要有人活着的人相关，我觉得都会是可能在场大部分人会比较喜欢，然后跟顺手的项目。11号、3号、27、13。关卡命正式开始。关卡命，各位挑战者，接下来将会聆听3位来宾的陈述，其中1位曾被法律判定为重大刑犯，请透过你的灵能感应，选择出正确的来宾，并试着描绘他的人生轨迹。正确选中者将获得2枚灵光，故事的细节程度将决定获得分数0、5、10、15分，错误者将不予积分。关卡当中将提供相关线索，期待各位的感应。大家好，我是占星师白瑜。不过这次我不是挑战者，我是大家本次挑战过程中的陪伴者。欢迎大家来面对这一次灵能的挑战，第2关卡命。我们会邀请3位来宾，大家发挥各自的专长，去观察一下这3位来宾谁曾经是被判重刑定谳。现在我们邀请3位来宾进场，欢迎3位来宾。大家会有3分钟的时间自我介绍。那我们挑战者们根据来宾们的自我介绍所陈述的内容还有资讯，来判断一下谁才是我们今天想要找的答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邀请来宾 A 进行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姓阮，职业是服务业，今年43岁，很开心来到这边。请问有什么话要询问的可以询问。是什么让你选择打火机？哦，有在抽烟，对。好，我们来邀请来宾 B 进行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阿伟，今年44岁，然后我最大的兴趣是钓鱼，对，然后最近发生了一件无差别的杀人事件，让我非常难过，因为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当一个国际刑警，但是事与愿违，所以帮助不了社会。谢谢大家。谢谢来宾 B， 我们接下来邀请来宾 C 进行自我介绍。大家好，我叫做文静啊，今年39岁，我咧做工程的，上大兴趣就是车开的，南北4界安尼，甲朋友拜访泡茶，顺续讲工过。以上，谢谢。感谢来宾 C。那现在请3位来宾跟着我们荷官离场，暂且休息一下。从现在开始呢，我们要倒数15分钟时间。展架上呢有3位来宾的物品，大家可以上前来去查看，运用大家各自的能力来判断谁才是大家心中的答案。我们接下来倒数15分钟开始。无所事情。他们讲不出来。其实我刚开始的感应是偏向通灵，但是讲的明确一点是内观。所以3个来宾出来的时候，其实我就蛮强烈的接到的讯息，就可以看到他们可能过往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是用我的塔罗牌去结合，就是生命通灵这样子。3分钟的时间吧，我就决定是他了，所以我就没有多想，我就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看着每一位选手很酷啊，玩火的玩火啊，这个各种武器都法器都出来了。烧这个火盆，它的功能比较是我在
聆听这个讯息的时候，它能够更加的清晰。所以我那时候就是有把我的海盐，然后加酒精，然后加上灵气，还有我的就是草药，然后一起来做就是这个接讯的加强这样。我是用塔罗占卜以及牌卡占卜的方式去判断个案过往发生的事件的能量，以及他们现在目前的感受，然后还有神明想要告诉他们或是一些神谕的部分。那我就是看了他的八字之后呢，还有加上天星，然后去排盘，然后就可以比较确认到底是哪一位来宾。时间到，现在呢，我们会依据大家先前抽签的号码来依序叫号，叫到号码的挑战者，请大家帮我走进我身旁的这个关卡之门。在这个选择区里呢，大家有1分钟的时间可以思考。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我的选择是。在说出答案之后，跟着我们的荷官引导大家坐到我们来宾的面前，跟他陈述一下你所看到的事实，或者是你认为的真相是什么。当答案是正确的，灯会亮，代表大家有一段深入聊天的时间。当您的答案是错误的，灯会暗，就邀请大家跟着我们的荷官离场。现在请第1位挑战者2号进入我们的选择区。台湾第1位全方位灵能师究竟在哪里？欢迎收看今天由 Surfshark VPN 赞助播出的灵能挑战。那 VPN 呢，其实就是虚拟的私人网络，而 Surfshark 就像我们为数位世界求的一个平安符。不管你今天是使用家用还是公用 WiFi， 都可以让你安全又快速的跨越地理限制，在串流平台上解锁全球精彩内容。像我很喜欢的一个电影呢，叫做《子弹列车》啊，我们来搜索看看。如果你搜索子弹的话呢，只会出现让子弹飞。那这个子弹列车呢，可能是因为台湾的版权时间到了，所以下架。这个时候呢，我们使用 Surfshark VPN， 然后连到日本。大家看到右上角出现了这个 VPN 的字样，就代表它成功。那此时呢，你要记得把 Netflix 大退，然后重开。重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部分的封面都变成日文版的，这代表你成功了。那我们继续来搜索子弹看看哦。这个时候呢，就有子弹列车了。那除了子弹列车外呢，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柯南的。台湾区好像比较不齐，我们来看一下日本区。日本区很多部各位有没有看到？日本区大概有超过10部，日本区这边有超过10部的柯南的电影版，真的非常赞。如果你是在台湾追剧追到一半出差或者出国玩，你也可以透过 Surfshark 重新连回台湾。那如果你是喜欢追剧或者是追动漫的话呢，真的非常推荐 Surfshark， 非常的实用啊。那不止如此 ，Surfshark 其实还有其他更多功能等着各位去解锁。现在呢，就到资讯栏位点击连结，输入优惠代码就能够取得独家优惠。现在呢，还可以获得额外4个月的免费哦。现在就快到资讯栏位下载吧。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 C。C 先生您好，我是柯柯。你好，请多指教。我接下来说的事情呢，就是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就是我刚刚收到的讯息，有一个句子，希望可以传达给你。他说，其实感应这些东西并不是我非常擅长，但是我就是感觉那个声音是好像有一些句子想要透过我说出来。他说，你终将无法逃脱这个枷锁，
就是我今天好像从早上的时候开始听题目啊，然后有那种嚎啕大哭的那种很深沉的感受，然后我看到的事情是，这应该是跟一个比较重大的伤害有关。应该怎么说？就是这个事件它的一开始可能是跟金钱有关的。就是抢夺金钱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有一些伤害造成，然后他的对象可能是跟亲子有关的，然后不一定是一个很预谋好的伤害。总之后来就觉得内心非常的沮丧，然后到后来可能看到类似的人或者是事情的时候，都还是有这种蛮深刻的心痛的感觉。因为你的命盘是这个庚金辰月，那加上是身强格以外，比劫比较重。那比劫通常我们在命盘上来讲，会是比较重视朋友这一块，但是也很容易可能会交到不好或者是不对的朋友，所以你有可能会因为身边的人的关系而去影响你未来可能做任何事情的决定。那加上有消印夺食的问题。那在命盘中讲到消印夺食，通常我们就是会说，忙一件事情忙到最后是在帮人家打天下，就是会很容易白忙一场的概念，偏印又很重。我们通常说带印都是前世可能累世有修，那消印夺食加上这个印比较重的状况下，那你今生如果不修，就很容易会有考验。那因为土比较多，那就表示你其实内在也会有自己的想法比较固执。其实你是可以赚钱，也会有财的，存得住，但是因为又有库冲破的问题，所以就会变成说，你可能忙了很多，也许有赚钱，可是钱又会流出去，所以这是我大概看到的这个状况，这样子。好，谢谢。好紧张哦！你是选谁呀？我选 C。答案是 C 哦。我是用八字命盘的方式，就是用他的生辰去算的。对，那我对于感应这件事情比较没有感觉，所以我是大概看了一下三位来宾他们的物品。我看完之后，我是 A 跟 C 选一个，然后认真看盘的吗？对，我看命盘 A 跟 C 他们两个就是一看就很兄弟人的脸，对不对？然后 C 因为我有在分析他们介绍的那个话，然后我就会去连接他的过去，我看他命盘，他其实是也有可能的，但是我又突然觉得他跟 A 比起来 ，A 比较有可能。那我读的时候，我也是有读到有人是不知道为了义气还是什么在 cover 谁，只是我没有特别说这个事情。因为我这样看下来的话，如果 A 跟 C 他们都是走兄弟路，那他们都在做不好的事情，其实他们本身考验就会很多。然后因为 C 的人的话，他是正偏印都有，所以他基本上只要不是做正事或者是做偷拐抢骗的事情，他一定会卡官司。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 B。严轩你好吼，那看你的运势来讲的话，对不对？早年应该是可能是隔代教养，好，或者是说跟双亲的呢缘分是比较浅的哈。那基本上呢，你是个非常有义气的人，非常的重你的朋友跟你的另一半，应该是为了义气或是朋友跟另一半才会说去有这个牢狱之灾。好，那在监狱里面来讲的话呢，你觉得在里面是浪费时间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本身是非常的有正义感，可是正义感在年轻的时候呢是走错了。那人家想跟你拉的时候，对不对？人家讲的话你听不懂，你是进监狱之后呢才有所体悟，人家那时候在讲什么。好，那因为你的正义感，然后呢，你觉得说人要更有阳光的这一面，所以呢，你后面你才会出来想要去帮助人家。工作上面来说的话，也是蛮努力的啦。好，那你是个很肯付出的人，所以后面才会说愿意去付出，然后去帮助别人这个样子。现在运势开了之后呢，你开始在走正确的路。好，那这个付出后面呢，这10年是会有回报的。好，最惨的就是前面那几年。
以上，就是这样子。因为我刚刚进去的时候，直觉就是第一个就是 B， 然后第二个就看 B 的面相，B 的面相那个3个耳朵都没问题，只有 B 有问题。挑战者，请问你的选择是 B。我看到是你大概在14、15岁的时候，有放下杀人，因为周围的环境，然后让你去放下这些事情。你出来之后，你也结识了很多三教九流的，各行各业的都有认识。你在小时候的时候，你有在宫庙里有服务，然后我有稍微看一下你的盘，那你本命见天刑，天刑代表业力之轮，代表你本命就有跟这个比较暴烈的那种气比较会有连结，然后你本命是七煞坐命，年轻的时候会很冲动的去做一件事情，但还好，因为你的福德宫里面有好心去化解你这个状态，所以你本身对神也有这样的感应，所以你会跟神就是做这样的一个连结。那所以你后半生也会服务于志工，然后看到你的交友，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冲动听朋友的影响。对，那就是我会用八字合盘跟塔罗牌去看。那我用的塔罗牌比较好玩。嗨，你选几？神，你选几呀？答案是几呀？不是对的都来这边吗？没有啊，人类都会来这，人类都会来这，真的哦，选完都来这。你几 ？B。哇，我们师出同门。那我觉得可以。谢谢。你是用什么算？看你的面相。哦，看面相。看面相，然后后来才看一下紫微斗数。因为看你的面相来说的话，你的耳朵跟我讲说，你早年就是靠自己，双亲上面呢比较没有办法说去帮助你。早年来讲是跟亲人的缘分是比较浅的，那他们讲的话你未必听得进去，因为进去的时候呢，不知道说上面有他的那个出生年月日时间，所以手机是没带的。好险学的够多，郭老师有教那个面相跟那种声音，然后用他的面相去判断说哦是哪一位，然后再用塔罗牌去验证，就复验说哦就确定是这一个。你都是一些凶星在你的本命宫，但还好，因为你的对宫迁移宫是代表你在外面有神的一个加持，所以可以化险为夷。那神知道是什么神？你说是什么神吗？对啊，应该算是道教。道教的。对。我们时间到了，麻烦问事者给出灵光。我一开始其实没有运用太多的东西，因为当时我没有带牌卡，所以我凭着我的直觉去论断这3个其中比较有机会的。那我那时候当时的我的感应是中间那一位。严大哥您好，我是白宇。那我们就是根据刚刚挑战者们的陈述，您呢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陈述内容啦，或者是您的感觉进行评分。评分的标准呢，就是按照您自己的决定就好了。那在这里我们评分标准呢会有4种，一种是0分，好，一种是5分，然后一种是10分。最后一张卡是15分，你可以用这4种方式来给我们的挑战者进行评分。OK。26号思雨老师。是。对，那您对第一位猜中您的人啊，当时的心情之下，您会打多少分？因为那时候就是符合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嘛，然后就是觉得，他这样下的定论是对的，对，是没有错。他如果讲得准，就会开始加5分，加5分。如果又讲得不准，我开始退5分，退5分，对，我就会开始在心里打分数。这样加起来的话，根据思雨老师的评断，您会给他多少分呢？我是给他5分。5分，对。好，那我们来看24号沈彩飞老师。因为他
讲的太符合所有的过去的事情，对，然后就是会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可思议啊，但是不可思议到让我觉得就是可能会不会是之前有看过一些报道啊，对，然后我就觉得本来是给他很高的分数，但是听了太多之后，就觉得就开始慢慢降。您真的是很理性，对，就把它降下来，是就给他10分，10分，对哦，好，在这里我们看到10分，对。大家好，我们来欢迎米花老师，谢谢白宇老师。这么年轻漂亮的女生，但我看到您的项链就是有罗盘，对。那您对于灵的这个世界，就是我们身心灵界，您是怎么看的？怎么样进来这个世界的？其实当初会想要接触八字命理的原因是想要好好的了解自己。那学了之后，其实主要的目的是想要帮助自己，也可以帮助身边的家人朋友。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累生累世的一些就是业啊跟因果要去经历。像我自己就是经历很多关于家人的部分，就是认真学习，然后真的了解八字以后，其实会觉得自己应该可以早一点接触。因为我有一个阿姨，就是跟我很好，她是我妈妈的妹妹。可是她其实就很像我的妈妈，可是因为她是有经历就是忧郁症，承受不下去，她就真的选择离开人世。然后后来我透过八字命盘去看她的命盘之后，我发现她那一年是走到我们所谓的消印夺食。消印夺食通常在八字命理是讲说比较容易会有一些意外的发生。所以会觉得这是一种心理的遗憾，就会觉得大部分的人他真的就是会照着他的命盘去演绎他的人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辅助的工具，主要是我们自己要会去转念。提到转念，这个就是非常好的问题。对，他就是一定是跟米花老师有一样的心路历程，就是家庭原生家庭我不能选择。您可以分享一下您的家庭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包括后来您的阿姨这样子，您的心路历程。我从小爸爸妈妈就离异，所以其实我是隔代教养，是爷爷奶奶带大。但是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奶奶在小6的时候就是睡觉中就离世，爷爷又因为车祸意外离开，再来是经历阿姨过世的时候是我25岁，所以其实我对于生死离别这件事情，后来就是看得很开。可是当然我们也会希望就是去珍惜身边的人。大家都知道，其实我们孝顺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做好孝顺这件事情，会发现，你人生中会越来越顺遂。考验很多，可能是因为你不孝顺。这个很难理解，就是他对我不好，我才看起来不孝，但我必须要孝。然后我的人生才能顺，所以我要为难自己吗？不是为难自己，我觉得这就是转念的一个部分，反而充满就是这些考验啊，才可以让我们去成长，然后体会生而为人该去体会的事情。那老师面对就是大家现在有这么多的压力啦，心情想法都不一样，就您会想要做点什么？大家找一个对的方式很好，但是真的不可以就是非常的执着去迷信于某一些事情，因为就像我自己虽然会看命盘，但是我都会说那个叫先天命盘，可是我们可以靠后天去改运的。那像我们以命盘来讲，大善人跟大恶人的命盘是完全不能参考的。那怎么说？就像刚刚其实在参赛的时候，我找出一个我认为最有可能的，结果发现它不是正确答案。后来我用这个观点去看，我才发现那这样就很合乎逻辑。因为真正的那位正确答案的来宾，他就是曾经做过很坏的事情。这种人他的命盘就是不会照着他的先天命盘走，他可能因为后天的一些环境因素去改变了他先天的运。其实乙木属木的人他是很有恻隐之心，所以他为什么现在可能可以回头，
示爱，就是可能他的这个恻隐之心有被打开。那在您看来，不管是大善大恶的人啊，他的命盘看不出来，可能是要看运气，或者说敏华老师自己人生过程中遇到这么多起伏波折，甚至是对亲情、爱的不信任，其实这个环境里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对，您觉得未来的世界怎么样是您想要看到的？我其实是很希望大家不要着形于外向，就是凡事是反求诸己，向内求。因为我觉得问自己，然后去接受，其实你的人生才会因为这样不会过于执着。确实，对。那经过这次灵能的挑战，老师您对自己的领域或者未来发展有更大的或者不一样的期许吗？就是会希望自己这次比赛之后回去可以更精进，更上一层楼，有所突破，帮助更多人。